大家好，我是周文强老师，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们财商亲子训练营的最后一节课。今天是我们的结营仪式，也是我们最后一节课程。首先呢，周老师非常感谢所有的家人这30天与周老师一起的陪伴、一起的学习、一起的成长。我相信，如果这30天你一课不落，每一课都积极完成作业，此时此刻的你也一定是感恩的，因为你的收获是巨大的。这个课程是可以改变你的命运，乃至改变你家庭命运的。特别是如果你除了听了我们的课程，还每一场都听了周老师的直播的话，其实全部都是干货。当然了，我们也有同学说，周老师刚开始听这个课，发现真的像你所说非常简单啊，30天啊，每天花30分钟就能够完成。但是越往后发现越难，甚至有些听不懂。而且后期完成你的作业需要花3、4个小时、4、5个小时，因为我要把你的视频反复的听。其实这恰恰证明了你以前对于财商学习的缺失。如果说一遍你就能听懂，就证明你以前学过。如果周老师讲的课程你感觉是越来越高了，听不懂了，就证明你以前缺失部分太多了。我强烈建议大家，即使我们结营了，也应该把我们这30天的课程反复再多看几遍，会对你人生有不一样的这个收获。那这是周老师要分享的第一个点。第二个点是什么呢？周老师要公布一下我们的打卡率。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在群里面认真听课的家人都看到了，我们第一天信誓旦旦的给自己录见证视频，一定会把这30天的课程完成。然后包括我们也看到了别人每个同学家人录的这个见证，每一个人都仿佛一定能够完成。那你们知不知道我们的这个训练营30天走完以后，我们的完课率是多少呢？我们的完课率是74%到96%。可能你们会觉得说这个完课率仿佛还不错，其实我想告诉大家，这个完课率在周老师看来真的是让我特别的心痛。那就是74%是个什么概念呢？还有20%、30%的同学他交了钱，但是到最后他没有完成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不能够成功的原因。我记得当年周老师从一个初中没有毕业、没有学历、没有资源、没有背景的人，直到最后让自己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夜大。我记得我在读这个深圳市广播电视大学的时候，我们当时一个班级有将近100多个学生，我们整个年级加一起有将近400多个学生。但是你知不知道，到最后能够坚持3年的，能够真正完成毕业的，能够真的拿到毕业证的人有多少人呢？在座各位，20%，只有20%。那上完专科以后又继续专升本，那你知道就是又读完本科的，再坚持3年，然后又拿到毕业证的，你们猜有多少？只有3%。我记得特清楚。为什么我记得这么清楚呢？因为我是那一届的班长，因为我是那一届的学生会主席，因为那一届我夺了5次奖学金，曾经1次是全国性质的，是在深圳市民中心，深圳副市长亲自给我颁奖。而且我作为优秀的学生代表，在我读专升本的时候，有校长邀请我给全校的上千新生来去做分享，我记得特别清楚。就是所以在座的各位，叫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失败，叫放弃。很多人为什么不会成功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因为他不懂得坚持。我曾经听过一个这样的故事，那就是在美国旧金山，大家都知道旧金山有很多的这个金矿，然后大家都去找金矿。然后呢，有一个金矿呢，很多人找到了，找到以后探测这里有黄金，然后就开始打。结果打，一直打，打到将近40多米的时候，50多米的时候打不动了，遇到花岗岩了，很多人放弃了。那你知不知道，把那个花岗岩打穿只需要不到1米，只需要0.6米的距离，而0.6米下面就是全是金矿。这就是很多人他无法做到坚持。我在这里送你们一句话，在座各位，坚持不懈才能成功。这个世界只有一种失败，叫做放弃。你们知道吗？为什么很多人是普通人？就是他无法做到坚持，他会天天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放弃。而且还有，你们觉得学习很苦，那你知不知道，你今天不吃学习的苦，你明天就会吃生活的苦。想象一下，当年的周老师一无所有，吃了多少学习的苦，看了多少书籍，对吧？才有了今天。所以真心的希望大家一定要坚持。特别是我们财商训练营结束以后，我们又推出了什么演说训练营。当推出演说训练营以后，刚开始大家很兴奋，
但是当大家一听说又要打卡的时候，很多人说：“哎呀，老师我不报了，我好不容易这个咬尽牙齿才把这1个月坚持下去，如果再让我坚持1个月，我简直要疯掉啊！”甚至很多人说：“老师，我听说你的财商导师班跟福布斯是要跟你学习2年的时间，是要每天交作业，2年，妈呀，太吓人了！我有钱，但是我想了想，算了，我不报了。”你就知道为什么很多人会普通，为什么你会普通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因为你无法做到坚持，你对自己不够狠，你要对自己狠一点，你知道吗？周老师特别喜欢一本小说叫《江夜》，知道我的粉丝都知道。猫腻他写了3部曲，《江夜》一共有3部曲啊。第1部叫什么？叫《庆余年》。第2部叫什么？叫《剑客》。第3部叫什么？叫《江夜》。这3个小说我全部看完了。这3个小说里面有3个男主角，第一个男主角庆余年的男主角叫范闲，第2剑客里面的男主角叫许乐，然后呢，这个江夜里面的男主角叫宁缺。我给大家分享一下这3个男主角是怎么样从一个普通的少年到最后变成绝世高手的。我首先说范闲，范闲从小就开始练霸道真气，他每一天都在练霸道真气。等到他将近10岁的时候，就开始攀悬崖来去实操自己的这个霸道真气。以前是要打坐啊，后来呢就是要实操爬悬崖。每天坚持了多久呢？从这个1岁开始啊，然后因为他是穿越过来的嘛，他从0岁开始就是有成人意识了，他在练那本书，一直坚持到这个故事的结束，坚持了20-30年。连洞房花烛夜那一天，范闲都在练霸道真气，趁他的妻子睡着，又跑到了悬崖边上在攀悬崖。如果你看过原著，你就知道为什么他能成为9品上的高手，甚至差点跨越天人之隔成为大宗师，就是因为他对自己足够狠。我们再来讲这个许乐。许乐也是一样，一个东林的孤儿，他的师傅只教了他10个姿势，这10个姿势就像体操拳一样，每天要蹲马步，非常难练，但是他一直在坚持，即使他被抓到了青城监狱，他还在坚持练这10个姿势，所以到最后他也练成了霸道真气，所以他也能够变成这个宇宙当中最顶级的人。然后我们再来说宁缺，宁缺被他的老婆桑桑啊，也就是真实的身份是昊天，千刀万剐，用天地元气千刀万剐，甚至把他给淹了，无数次晕倒，无数次啊这个千刀万剐，剐了以后，昊天用法术让那肉重新长出来，然后继续剐到最后他实在坚持不了，晕倒了。而他晕倒以后，当他起来的以后，他发现他被关在了监狱里，但是他在监狱里面，他要开始回想他第一次被桑桑千刀万剐那个场景，他一共回忆了他被桑桑如何用天地元气割了8499刀，他每回忆一次，他就会被再痛一次。那为什么他要这样虐自己呢？他说：“因为我修行修的就是对天地元气规律的把握和运用，而对天地元气的把握跟运用，没有一个人超过昊天本人。昊天用天地元气割我的时候，就是对天地元气完美的运用，而我每回忆到昊天的刀法，都会更能够非常详细的来掌握天地元气。当我第一次看到这儿的时候，我被震撼的无以复加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他才能够成为绝世高手，写出人之福，开天辟地，拯救地球。所以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，你会发现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随便成功的。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讲这3个这个虚构的男主角呢？因为我想告诉你，就是周老师在学习上，在学习财商这件事上吃的苦，远超《庆余年》里面的范闲，远超《剑客》里面的许乐，远超《江夜》里面的宁缺。就是这样的，全世界所有的那些集大成者都是对自己比较狠的人，而你之所以不成功是普通人，就是因为你对自己不够狠。这是我今天要说的第一个点。我希望你们一定要明白，咱们结营仪式不是宣告这个课程结束了，你们毕业了。我想告诉你们一句话，这个课程还没有开始。这个课程从你拿到我给你发的结业毕业证的时候，然后当你真正把学的财商运用到自己生活当中的时候，当你真正开始用我教你的方法升起梦想，追求梦想，实现梦想，布局5大资产，开始创业，开始投资的时候，你的财商训练营才刚刚开始。很多人说，老师，那我学完这个课应该怎么落地呢？那就要按照你的财务自由计划书开始行动啊！不懂营销的继续学营销啊，不懂财务知识的继续学财务知识啊，不懂法律的继续学法律啊，不懂这个投资学的继续学投资学呀，
对不对？有人说老师我不知道去哪里学，你可以成为周老师的财商导师班学员，你不就一把就全学完了吗？对不对？周老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线下课？从财道到财商之道，到经营之道，到演说之道，到王者之道，到圣贤之道，到规律之道，就是把财商所有需要的核心全部放到了这些课程里。举例说明，周老师，我对财务报表还是有点懵，怎么办呢？好，你可以来到周老师财商之道的课程现场。我们在现场，周老师会手把手教你玩现金流游戏，教你填写财务报表。当你上完这4天的线下课以后，你会完全的明白了财务报表怎么填，什么是资产，什么是负债，啊。那有人说，老师，我还是对这个如何把企业变成自动化运营这块不是太懂，怎么办呢？欢迎你走进周老师经营之道的课程现场。当你上完4天4夜的经营之道，当你学会了经营金字塔的时候，当你学会了财商企业自动化运营的5大系统的时候，你就能够真真正正搞懂如何安装，让自己的企业实现自动化。啊，老师，我还是不会演说，老师，我还是不会招商，老师，我还是不会空手套白狼。空手套白狼的核心是什么？各位，空手套白狼的核心就是演说。要想创业，要具备3个东西：第一个是能力，第2个是经验，第3个是资源。不需要钱，有这3个东西就可以创造出来钱。但是如果你要能力没能力，要经验没经验，要资源没资源，怎么办呢？你只要会演说，你找一个有能力的人来帮你做 CEO， 找一个有经验的人来帮你操盘，找一个有资源的人来帮你干，不就完事了吗？找一个有钱的人来融资，就这么简单。我在这个第3次直播的时候，详细的讲了如何空手套白狼，而你需要这个能力，就是演说的能力。为什么周老师要给你推出演说训练营？就是因为这是财商的必修课。财商如何落地呀？靠的就是演说呀，对不对？就像当年周老师一样，是怎么落地罗伯特清崎的课程，一路追随老师啊。来，在座各位记上一句话：只有追随才能获得精髓，只有追随才能获得精髓。你们为什么很多人学习财商拿不到结果？学了一耙子结束了，学了3脚猫的功夫就以为自己出师了，而我没有，我是一直在追随罗伯特清崎学习，对不对？只有追随才能获得精髓啊！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2个问题，你把财商当什么？如果你只是把财商当一个课，学完以后就结束了，你一定不会有收获。你把财商当什么？你把财商当什么，他就把你当什么，因为这个世界都是你意识的投影。如果你把财商只是当成一个工具，他也把你当成一个工具啊。如果你只是因为无聊随便学习一下财商的课，对吧？那他也很无聊啊，随便怼你一下不就完事了吗？对不对？在座各位，你把财商当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，我把财商当信仰。我把财商当成我的主，我把财商当成我的神，所以我无时无刻做任何事我都会告诉自己，站在财商的角度，这件事该不该做。买任何东西我都会问自己，这已经形成思维惯性了，你知道吗？站在财商的角度，这个东西是资产还是负债？我买了以后是给我增加了被动收入，还给我增加了这个被动的支出呢？所以我要不要买呢？买了它是资产还是负债呢？在座各位，财商已经是我的主了。能听懂吗？在座各位，我把财商当主，我把财商当信仰，我把财商当命。你呢？你把财商只是当成一个工具。有人说，老师，我也要把财商当信仰，我也要把财商当命。别吹牛逼了，把财商当命。如果你把财商当命的话，在座各位，今天你躺在医院里，医生说没有26万8，你就得 game over， 你就得离开这个世界。我敢保证，你再没钱，你都能打个电话凑齐26万8，就这么简单。身体上的残疾你们看得见，思想上的残疾你看不见。老师，你就告诉我应该怎么投资？我现在手上有50-60万，我都已经说得非常清晰了。每次在直播大姨都跟你们说了，我说先花钱投资自己。记住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种投资比创业的投资回报率更大。在座各位，什么投资房产呀，什么投资资金盘呀，资金盘多少个点啊？20%就把你给吓住了，对不对？请问创业有多少个点？当年我创立新思想到今天的汇成，我投资了多少钱？不好意思，不到20万。20万今天翻了多少倍呢？在座各位自己算吧。所以在座各位，没有一笔投资比创业的投资活力更大。就像当年的马云，只用了几万块钱创立了阿里巴巴，今天阿里巴巴市值多少钱？在座各位，阿里巴巴今天的市值是高达6788亿美金，他当年创业只拿了不到10万块钱。你告诉我，还有什么投资回报率比创业更大？在座各位，如果你今天你有50万，你生了病了，
啊，到了医院，医生说你现在得了癌症，赶快啊26.8万住院，我敢保证你赶快花钱了，因为你知道命很重要，命没了啥都没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拿这个小小的案例，我就能测出来，你没有把财商当命，你没有把财商当命，你只是随便玩一下。就像我经常跟你们讲这个案例一样，我跟2兄弟、3兄弟，我们一起来到深圳，对吧？其中有一个，对吧？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李业明李总，还有一个就是我，对不对？问他们2个人，你呢来干嘛呢？啊，另外一个就说了，我就赚到钱我就走啊，回老家呀。我说你来深圳嫖了，你把深圳当啥呀？你把深圳当小姐，深圳把你当嫖客。我说我来深圳那天起，我就告诉我自己，我要在这里立足，我要在这里扎根，我要在这里买房买车，我要在这里实现财富自由，我要在这里找到我的爱人，我要在这里生我的孩子。我今天我就是因为在深圳找到了杨老师，我第1套房子也在深圳买的，我第1套别墅在深圳买的，我第1辆车在深圳买的，我第1家公司在深圳开的，我第1个宝宝在深圳出生的，深圳给了我所有。